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韦行者所著的《专家医生教你1分钟让肝脏脂肪减少的饮食方法》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只需1分钟，肝脏脂肪就能减少的最佳饮食法；第二，只需1分钟，肝脏脂肪就能减少的最佳习惯。首先是第一部分，只需1分钟，肝脏脂肪就能减少的最佳饮食法。肝脏常被称作沉默的器官，即便受到了伤害，也很少表现出明显症状。事实上，成人当中，每3个人就有1个患有脂肪肝，但大多数人却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肝脏正处于危险之中。这是因为，肝脏即便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也不会抱怨一句，依然默默工作，负责把食物转化为能量，解毒有害物质，储存血液，维持身体机能。但在这份沉默的背后，它其实正在悄悄发出悲鸣。比如果您常常觉得身体疲惫，总是倦怠，伤口愈合缓慢，半夜腿抽筋，皮肤容易发痒，如果这些症状持续存在，很有可能就是肝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很多人会简单的认为最近好像容易累啊，可能是年纪大了吧，就此忽略。但说不定其实是您的肝脏已经濒临极限，正在向您传递非常重要的讯号。那么脂肪为什么会在肝脏中堆积呢？这是因为肝脏在维持体内平衡时，会暂时储存体内多余的脂肪，避免其直接进入血液循环。本来脂肪是人体储存能量所必须的，但当脂肪过多，就会变成负担，最终导致脂肪肝。即便不喝酒，如果长时间吃太多高糖、高热量食物，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患上脂肪肝。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您体检时血液检查里的 ALT 指数超过30，就要小心了。这个数值是用来判断肝脏是否有发炎、受损情况的重要指标。超过30就意味着肝脏功能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如果继续放任不管，肝功能会逐渐下降，最终甚至可能发展成严重的疾病。很多人觉得脂肪肝不过是肝脏上多了点脂肪而已，没什么大不了。但实际上，如果不及时改善，就可能演变成肝炎、肝硬化，甚至最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肝癌。相反，只要你能及早发现，并采取正确措施，肝脏就能恢复健康。因为肝脏是人体内极少数具备强大再生能力的器官。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把肝脏的2/3切除，只要时间充足，它依然能够恢复到原来的大小。所以即使现在您的肝脏里堆满了脂肪，只要采取适当的方法，依然可以把脂肪清除出去。那么究竟该怎么做，才能让肝脏里的脂肪减少，也就是改善脂肪肝呢？结论就是把您现在的体重减少7%，只要减掉7%的体重，就足以显著改善脂肪肝状况。例如，有案例记载过把80多岁老人的肝脏移植给50多岁患者的情况，结果那枚肝脏几十年间都持续正常工作，毫无问题。把体型恢复到20多岁可能有点难，但肝脏的功能却是有可能恢复到年轻时候的状态的。肝脏是一个即便年龄增长，只要好好保养照顾，就能重焕年轻活力的器官。甚至可以说，它是能恢复到20多岁状态的少数器官之一。此外，改善脂肪肝，让肝脏恢复健康后，身体就能变成就算睡觉也能持续燃烧脂肪、容易瘦下来的体质。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我们常说基础代谢指的就是人在什么都不做的时候自动消耗的能量，而其实在基础代谢中，消耗能量最多的器官就是肝脏。肝脏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持续工作，不断分解、合成营养素，掌管人体的代谢中枢。因此，只要让肝脏恢复元气，基础代谢就能自动提升。即使在睡觉的时候，身体也能持续燃烧脂肪，变成易瘦体质。这简直是意想不到的额外收获。那么，具体该怎么做才能减重呢？
关键就在于控制糖分摄取量。脂肪堆积的最大原因就是糖分过多，尤其是饮料中的糖分最容易导致肝脏囤积脂肪。就算是看起来很健康的果汁类饮品，由于糖分吸收速度太快，同样会对肝脏造成负担。另外，在日常饮食中，有意识的补充蛋白质也很重要。蛋白质不仅能帮助肝脏修复再生，同时也能维持肌肉量。如果肌肉减少，基础代谢就会下降，身体更容易囤积脂肪。因此，适量摄取蛋白质是改善脂肪肝的捷径。比如，早餐可以吃鸡蛋、纳豆，中午则多选择鸡肉、鱼类等食材。哪怕只是从这些小习惯开始，逐渐改变自己的饮食意识，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要有今天吃下的食物决定明天肝脏状态的意识。人往往容易因为眼前美味的食物而冲动选择，但如果想到这一次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自己未来的健康，或许您对食物的选择标准就会有所不同了。脂肪肝是通过改善饮食习惯就能逆转的状况，而且短时间内就能看到显著的变化，只要3个月，肝脏就能逐渐恢复活力。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迟迟不肯开始改善呢？即便大家都知道为了健康应该这么做，但耗时麻烦的料理，或者长期坚持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实在太难持续。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于是，本书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1分钟习惯。一听到1分钟，可能很多人会怀疑，才1分钟，能有啥变化吗？这里说的1分钟，并不是指严格的60秒，而是指稍微动一下手就能完成的时间。比如说，每天花30分钟准备餐食，可能太难了。但如果只是把冷冻蔬菜放进微波炉里热一下，再加上富含蛋白质的纳豆，那也就是几十秒的事吧。这就是1分钟习惯的魅力所在。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健康生活，而是容易坚持的小技巧。那么接下来，我就来具体介绍一些只需1分钟就能帮助肝脏减脂的超棒饮食方法。首先要介绍的第一点就是每天只需1餐，把主食换成100克豆腐。据说，很多女性大约从40岁中后期开始，渐渐会在意自己的腹部，以前纤细的腰围，不知不觉间就变得鼓鼓囊囊了。即便已经刻意减少食量，肚子却还是一天天鼓起来。相信不少人也正被这个问题困扰着。其实这个小肚子的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女性荷尔蒙雌激素的减少。一说到雌激素，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它是帮助塑造女性身材的激素，但它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雌激素还具有降低胆固醇、促进中性脂肪燃烧、防止内脏脂肪堆积的重要作用。然而，一旦进入更年期，也就是40多岁中后期，体内雌激素的分泌会急剧下降，原本被抑制住的内脏脂肪便开始迅速增加，最终导致小腹突出。而且内脏脂肪一旦增加，连肝脏也会受到影响。肝脏本来是把脂肪和糖分转化成能量的重要器官，但如果内脏脂肪过多，脂肪也会渗入到肝脏细胞内部，引发脂肪肝。尤其是女性，40岁以后，脂肪肝的发生率也会明显上升。这是因为原本雌激素对肝脏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而激素减少后，这种保护也随之减弱。这时候，值得特别关注的就是一种叫植物性雌激素的成分，它是一种植物来源、结构和作用类似于雌激素的物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激素减少带来的脂肪堆积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豆异黄酮，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通过日常摄取像纳豆、豆腐、豆浆等大豆制品，可以帮助预防内脏脂肪的增加。所以推荐的习惯就是每天选择1餐，把主食换成100克豆腐。平常随便吃的白米饭，只要用豆腐来替代，身体就会一点点发生变化。尤其是那些为女性荷尔蒙失衡或希望控糖、调整体质的人来说，特别推荐把这招放在晚餐。
豆腐口感清淡，和各种配菜都很搭，既能减少碳水摄取，又能增加蛋白质，对男性来说也一样好处多多。但只要试过，就会发现其实完全不会觉得不够吃。豆腐含有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这些蛋白质还能带来饱腹感。根据实际体验者的反馈，很多人都表示，把白米饭换成豆腐之后，饭后胃胀、消化不良的现象明显减少。因为高碳水的饭类食物容易给胃增加负担，而豆腐易于消化，让肠胃变得轻松，尤其是放在晚餐食用，睡前也不会觉得胃里胀胀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更是神清气爽。而且这个豆腐饭计划只需要1天1餐替换就可以，不用3餐都做，早晨和中午照常吃米饭或面包，充分补充能量。晚餐只需将主食替换成豆腐，身体就会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当然，这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带来戏剧性身材改变的魔法，但坚持几天后，许多人会感到胃肠变轻松，身体更加清爽。此外，摄取大豆制品如今也被认为有助于延长健康寿命。另外，大豆制品还能改善肠道环境，提高免疫力，促进排便。如果觉得豆腐单吃有些寡淡，可以稍微做些变化，会更有趣味。接下来第2点就是，餐后用冷冻水果满足冰激凌的欲望。很多人饭后喜欢吃甜点，习惯吃冰激凌，想吃甜点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冰激凌含有大量糖分，会给肝脏带来很大负担。如果真的想改善脂肪肝，恐怕只能放弃市售冰激凌。不过单纯忍耐很难，建议用冷冻水果代替冰激凌。冷冻水果既冷且甜，可以获得满足感，同时减轻肝脏负担。确实，水果含有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可以预防糖尿病，降低脂肪率，是非常健康的食物。但水果中的果糖摄取过量也会给肝脏增加负担，所以一定要记住不能吃太多。尤其要注意的是，如果把水果做成像冰沙那样的液体，食物纤维会被破坏，果糖会被快速吸收，血糖迅速上升，所以不建议喝冰沙。那么，怎样既能享受水果，又能减轻肝脏负担呢？答案是冷冻水果。冷冻后的水果变硬，自然吃得慢，慢慢吃可以减缓果糖的吸收速度，从而减轻肝脏压力。而且冷冻的冰凉感会增强满足感，少量就能得到甜食带来的满足。比如说，只要饭后吃几颗冷冻蓝莓，就能感受到像吃冰激凌时那种凉爽幸福的感觉。猕猴桃、草莓和香蕉也适合冷冻，带来自然的甜味和冰凉感，能够让人感到满足。如果用冷冻水果代替冰激凌，可能会自然地解决无法戒掉甜食的烦恼。实际上，有些人养成了用冷冻水果满足吃冰激凌欲望的习惯。他们说以前晚上一定会吃冰激凌，但换成冷冻水果后，还能减轻肝脏负担，一举两得。接下来介绍第3点，就是养成在米饭上放上小银鱼、纳豆和温泉蛋的习惯。再强调一次，脂肪堆积的主要原因是摄入过多糖分，因此作为主食的米饭，建议减少到半碗左右。很多人如果把米饭减到半碗，其他菜的量也会跟着减少。对此，建议用鱼和蔬菜来补充营养。有人可能会担心减少主食会降低满足感，但其实糖类是3大营养素中消化吸收最快、饱腹感最差的。相反，肉类和鱼类中的蛋白质及脂肪则有较强的饱腹感。因此，减少主食，增加菜量，反而会提升满足感。这一点请放心。特别推荐的是，米饭减少到半碗，上面加上小银鱼、纳豆和温泉蛋的盖饭，这样既简单又能大幅提升营养平衡。早上吃1碗就能充满活力。即使米饭减到半碗，由于小银鱼、纳豆和温泉蛋的存在，满足感依然很高，自然就能减少米饭的摄取量。这3者的组合是补充蛋白质的最强搭档。
而且都能从冰箱里随手取用，制作方便。首先，小银鱼含有优质蛋白质，是修复肌肉、皮肤、头发等身体多种组织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同时含有丰富的钙，有助于维持骨骼健康。这是日本饮食中常见的食材，同时对肝脏非常有益。含有促进肝脏功能的维生素 D 和牛磺酸，有助于预防脂肪肝。然后是纳豆，作为发酵食品，不仅能调节肠道环境，还能使血液变得流畅，因此被认为有助于预防生活习惯病。纳豆中含有的大豆异黄酮具有类似女性激素的作用，有助于防止内脏脂肪的堆积，特别是对40岁以上的女性来说，纳豆堪称是可以食用的保健品。最后是盖在饭上的温泉蛋，那柔滑的蛋黄能让整体口感变得圆润，将简单的盖饭变成一份略带奢华感的料理。鸡蛋中含有均衡的必需氨基酸，早晨食用能帮助维持一天的肌肉和支持能量代谢。这碗盖饭对肝脏好的秘密之一是能缓慢提升血糖值。单独吃白米饭会使血糖迅速上升，但搭配蛋白质和脂肪一起摄取，糖分吸收变缓，减轻肝脏负担。此外，小银鱼和纳豆富含支持肝脏代谢的维生素 B 群，也有效预防脂肪肝。请务必试试这份既对肝脏温和又营养丰富的一碗盖饭。接下来介绍第4点，用燕麦片或卷心菜代替米饭作为主食。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将燕麦片和卷心菜作为主食来实现更健康的饮食习惯，尤其是燕麦片作为替代米饭的简便方法备受关注。燕麦片是将大麦加工成更易食用的食品，其膳食纤维含量远远高于白米，大约是白米的18倍。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环境，对于便秘患者来说是非常可靠的帮手。那么，如何像吃米饭一样吃燕麦片呢？方法很简单，将30克燕麦片加入50毫升水，放入微波炉600瓦加热约1分半钟即可。这样一来，口感就会像一碗饭一样。这样不仅能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还能获得满足感。当然，由于燕麦片有其特有的风味，口味可能因人而异。但如果想尝试改变饮食习惯，这绝对值得一试。实际上，有些人将早餐的面包换成燕麦片后，感觉更容易饱腹，食量自然减少。还有人说，早晨吃燕麦片让一天的精神状态都变得轻松了。尤其是那些便秘的人，肠道得到调理后，每天都感觉非常舒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种类的燕麦片加热时间和水量会有所不同，使用时应参考产品包装说明。用燕麦片代替米饭，可能让您更快乐地坚持健康饮食。如果觉得燕麦片口感不佳，也可以用切细的卷心菜代替主食。切细的卷心菜口感柔软，味道清淡，是米饭的好替代品。比如吃牛肉盖饭时，可以在盖饭配料下面涂一层卷心菜，这样既增加了蔬菜摄入，又减少了主食量。接下来介绍第5点，即使睡前感到饥饿，也告诉自己快睡觉了，不要吃东西。晚上有没有突然想吃甜食的情况？明明已经吃过晚饭，却总是想着零食，打开冰箱找甜点。这个晚上的饥饿感其实是减脂的大好机会。晚上利用空腹有助于减肥，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的身体在能量不足时，先消耗血液中的糖分，然后消耗肝脏储存的糖原，最后才开始分解脂肪。也就是说，睡前稍感饥饿，意味着身体正在准备燃烧脂肪。如果这个时候吃东西，脂肪燃烧就会停止，摄入的热量会转化为脂肪，非常浪费。晚上活动量少，能量消耗也减少，特别是吃晚饭较晚时，消化时间长且未用的热量更容易转化为脂肪。此外，晚饭太晚还会扰乱生物钟，促使分泌促脂肪堆积的胰岛素，从而更容易发胖。所以晚上吃零食很容易养成发胖的习惯。
不过，如果真的很想吃，感到饥饿时，只要对自己说马上就睡觉了，没关系，就能比较容易控制住食欲。实际上，晚上确实会想吃甜食，但有人说只要早点睡觉，就能忘记这种欲望，所以他们会尽快入睡。虽然忍受饥饿的时间可能会感觉很长，但只要睡着了，这种感觉就会消失。第二天早晨会以清爽的心情迎接早餐。当然，有时候可能真的饿得睡不着，这时喝点水能够缓解饥饿感，会很有效。喝无咖啡因的草本茶能让身体暖和起来，帮助抑制食欲。刷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方法。刷牙会让大脑产生饭已经吃完了的信号，自然就会平息食欲，并且想到刚刷过牙后如果再吃东西，就得再刷一次。这种麻烦也能让人减少进食。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晚上饿得睡不着，但养成习惯后，你会发现晚上不吃东西也没问题。实际上，很多人仅仅是停止夜间加餐，体重就下降了，第二天早上也能更清爽地醒来。如果您真的忍不住睡前想吃东西，不妨试试晚餐时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蛋白质能有效抑制食欲。如果晚餐摄取充足，睡前自然不会无谓的想吃东西。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只需1分钟，肝脏脂肪就能减少的最佳习惯。先说结论，缺乏运动是肝脏脂肪堆积的原因之一，因此运动绝对必要。我们的身体会把食物中摄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葡萄糖不仅存在于血液中，还会以糖原的形式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问题在于，如果肌肉量不足，储存糖原的肌肉不足时，多余的葡萄糖就会转向肝脏，在那里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肝脏储存糖原的容量有限，剩余的糖会转成中性脂肪，积累在肝脏内，形成脂肪肝。若不加控制，脂肪肝会增加生活习惯病的风险。如何预防这个恶性循环呢？答案很简单，就是通过运动增加肌肉量。肌肉量增加后，能够储存更多葡萄糖，从而减少肝脏脂肪的积累风险。不过，可能有人觉得自己不喜欢力量训练或无法进行激烈运动，但没关系。其实，即使不去健身房，只做轻度运动也足够有效。很多人认为运动一定是高强度训练，但其实轻松活动身体也很有效果。例如，在家做深蹲，或者单脚保持火烈鸟姿势，再或者做短时间的平板支撑，这些都是运动新手容易接受的方法。此外，打扫卫生、洗衣服等家务劳动也是很好的运动。即使觉得特意抽时间运动很麻烦，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多动动身体，也能改善运动不足。接下来我将介绍3个非常有效且只需1分钟即可完成的方法。首先，第一个习惯是1分钟内提高新陈代谢的习惯，竖直伸展快走。通勤、购物、散步时，我们其实每天都有不少步行的机会，但不要只是普通走路，试着在这1分钟里做竖直伸展快走，迈大步，脚跟先着地，手臂大幅摆动。最重要的是要有身体向上纵向拉伸的意识，想象自己好像被从头顶吊起来一样，专注于保持姿势，自然背部就会挺直，走路也会更加轻盈。只要坚持1分钟，比平时稍微快一点走，您就能明显感受到心跳加快，血液流动变畅。特别是早晨坚持这样做，更容易提高新陈代谢，让一天的能量消耗增加。即使难以专门挤出时间锻炼，在外出时有意识地快走1分钟，也很容易坚持下去。只要改变日常中走路的方式，就能有效改善运动不足。接下来介绍第2个习惯，可以坐着做的拉伸膝盖后侧。长期久坐对健康不利，这已是常识。有研究表明，坐得越久，死亡率越高。尽管如此，工作时难免长时间坐着，这时推荐做一种简单的运动，坐着拉伸膝盖后侧。方法非常简单，先前坐在椅子上，双脚平放地面，注意肩膀不要前倾，背部挺直，
然后伸直左膝，身体向前倾，双手尽量靠近脚尖，直到感到稍微痛但舒服为止，保持30秒。换另一条腿做同样动作，这动作能拉伸膝盖后侧的肌肉和周围组织，缓解对血管的压迫，帮助心脏更好地把血液泵回体内。它不仅能促进血液循环，还能让血管更有弹性，尤其适合长时间坐着的人积极尝试。第3个习惯是饭后30分钟内进行扶着东西做的慢速深蹲。想要控制饭后血糖，又想高效增加肌肉，建议试试扶着椅子或桌子做的慢速深蹲。听到深蹲可能觉得很辛苦，但这种扶着支撑物的慢速深蹲简单易行，而且只需1分钟，非常适合日常生活中融入。做法也很简单，双脚与肩同宽站立，手扶椅背或桌子，然后像坐椅子一样缓缓下蹲，用5秒钟慢慢降低身体，接着5秒钟慢慢站起来，重复6次即可，有效锻炼下半身的大肌肉群。这个动作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深蹲能锻炼大腿前侧肌肉、腿后侧肌肉和臀大肌，能高效促进肌肉增长。肌肉量增加后，基础代谢提高，身体也更难发胖。另外，饭后30分钟内做这项运动尤为重要。饭后血糖通常会急剧升高，这时活动肌肉能促进葡萄糖作为能量被消耗，减少转化为脂肪的风险。这扶着做的慢速深蹲压力小、安全，特别适合运动习惯不强或膝盖有问题的人。想运动但不知道从何开始的人，推荐先从这1分钟的深蹲开始，不妨从今天开始试着做出一点点改变。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